扯进咬书是不是？多谢灵狐师兄救命之恩，可是你，快走你！我就知道，你是要让我上你这个当，他跑不掉，你也输定了。你明知道你会上我这个当，那你还上我这个当，小心啊！灵狐师兄，还不快走！佩服你啊！吐成这样还要打？怎么？不圣火太旺了？吐点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哟，吐血吐的你这样有情有义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好，我让你吐个痛快。灵狐师兄，你没事吧，兄弟？这回认输了吧？是你输了，傻瓜！嘿嘿，我输了，说来听听看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谁的屁股先离开板凳，谁就算输了吗？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还不叫师傅？哎呦，我肚子痛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灵狐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问问桌子有没有事吧。哎呦！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华山派的令狐冲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是啊，这冤家的路还真是宽不了啊。夷陵小师妹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青城四圣。你知道他们青城派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那就是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。你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口无遮拦？怎么，你忘了这门功夫的厉害了？想不想重温一下？还说。灵狐师兄，你欺负一个受重伤的人，就不怕菩萨罚你吗？一个6根未净的小尼姑对这小子动了凡心，聪明的话你快点走，要不然你下。令狐冲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夷陵小师妹，在我临死之前，我要告诉你林家地仙剑谱的去处。地仙剑谱在哪儿？在心里。灵狐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临死前你给自己报了仇，我快不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灵狐师兄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那些坏人
再加害于你。灵狐师兄，灵狐师兄，你怎么了？灵狐师兄。 灵狐师兄，灵狐师兄，你不能死啊！灵狐师兄，灵狐师兄，你不能死啊！灵狐师兄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啊！怎么办？这个田伯光和泰山派的天门道长打过。 又和北岳衡山派的夷陵小师妹打过，我刚才又使出南岳剑派莫大先生的快剑，却也奈何不了他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不对，还有嵩山派。不行，还是不行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就算学会了，也只是一招半式而已，我还是打不赢他。 有了，五岳剑派，我这使招那使招，就算打不赢他，也可以耍得他眼花缭乱的。到时候说不定还真能接他30招呢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让你久等，真是抱歉啊。灵狐兄，那你休息的好不好啊？ 快，我们赶紧打，打完了我们赶紧下山啊！我现在是又困又饿又累，哎呀，怎么了啊？何以唉声叹气啊？我在想啊，日后我们在山下见面，一定是以死相拼，很难有像今天的机会一样彼此切磋武艺啊。灵狐兄，田某早就说过，能结交你这个朋友。 总算是此生无憾。灵狐兄，请。又怎么啦？臭小子啊，差点被你给阴了。怎么样，这次服了吧？当然不服啊！说好了比剑的，现在你又用拳脚，这算什么呀？哎，就算拳脚加起来，那也不到30招，你一样是输啊。输就输喽，要不怎么样？你保杀了。来，灵狐兄弟。 地上脏啊！来，哎呀，灵狐兄弟，我田伯光这次上山来，就是想请你和夷陵小师傅见上一面，不是有意要为难你啊。当初我让你拜夷陵小师妹为师傅的时候，你是千百个不愿意啊。现在呢，你又千方百计的让我下山去见夷陵小师妹，怎么呢？对她动情了？啊。 没那回事，那就是另有隐情了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总之是我田伯光倒霉，我被人点了死穴，中了奇毒。要是不能把你弄下山的话，1个月之内就会毒发身亡而死。哎，令狐冲，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祈求你的垂怜，是要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我是一定要把你弄下山的。你要是当真不肯去，嘿嘿，我田伯光。 可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反正江湖上传我是无恶不作，我现在在这生死关头更是毫无顾忌。哦，田兄，说的我都开始有点同情你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位高手这样的恶作剧，给田兄出这样的难题。我虽然不知道你身上中的什么毒，但是我知道再重的毒呢，都有办法可以解。那你为什么非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呢？ 点穴下毒的人，那也不必提了。要想解此死穴奇毒，除了那个下手之人，
就剩下那个什么杀人名医平一指了。不过我相信，他肯定是不会帮我解救的。那你就跪下来求他呀，要不然拿刀相逼，他肯定会救你的。哎呀，臭小子啊！你还有心情说风凉话啊？总而言之，我田伯光固然是活不成，你也休想平安大吉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求我的话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跟我打一次。还打？只要你打得我心服口服了，我就跟你下山了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要进去休息一下。稍等啊。他使的剑招五花八门，不仅松横华泰各派的招数都有，而且招数精妙。莫非这山洞之中竟有五岳剑派的高手聚集？站住！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山洞里面阴暗潮湿，灵狐兄，你何不把他请出来，给我引荐引荐？引荐什么？装傻。为什么你进洞一次，出来以后便多了许多古怪的招式？如果这洞里没什么高人指点你的话，你怎么会进步得这么快呢？啊！倘若给他见到石壁上的图形，那可大大不妥。那我就实不相瞒了啊！里面的几位高手说呢，如果跟你交手的话，有失身份。我呸！我看他们也是浪得虚名，沽名钓誉。嘿，他们出来也未必会是我田伯光的对手。那好啊，你这么有兴致的话，你自己进去向他们请教请教，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教你。他要我进山洞，为什么顿时就喜形于色？看来山洞之中必有对我大大不利的埋伏，我还是站在洞外的好。就算那10个高手一涌而出，我虽然斗不过，逃总逃得掉。何况既是五岳剑派的前辈高手，倒绝不会联手对付我一个后生晚辈。切，嘿，什么狗屁高手前辈，我看也就是些浪得虚名之辈。哎，要不然他们教你的招式，怎么连我田伯光30招也打不过？哦，臭小子，你跟我耍诈是不是？哎呀，要说你们五岳其他4派尚有什么高人前辈的话，我姑且相信。可惜，你们华山青字辈的高手，在当年一夕之间尽数暴毙，应该没剩下什么高人了吧？谁说华山派青字辈的人都死光了？我就教他几招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个小子？哎，雷狐兄，这位是？我也正想问呢，这位是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据说当年华山瘟疫，有一位风清扬老前辈，当时不在山上，躲过了一场浩劫。莫非您就是风清扬风老前辈？谁说华山派青字辈的人都死光了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据说当年华山瘟疫，有一位风清扬老前辈，当时不在山上，躲过了一场浩劫。莫非您就是风清扬风老前辈？风清扬？难得世上还有人记得我风某。现在华山派的弟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好，既然你叫我教，那我就教教你无妨。好。风老前辈，您慢慢教，我去放个水。好好学啊。前辈，其实和他斗上几招又有何难？我就教你30招。可是这些招你平时都学过，只是把次序兑换一下。你记住了，第1招白虹贯日，然后是有凤来仪，接着就是一招金焰横空，然后是结剑式，之后是旭日初升，风伴流云，
烟雨飘渺，苍松迎客，晚月朗星，幻眼云烟，钟鼓齐鸣。你叫令狐冲？啊，我叫令狐冲。令狐冲，这30招要记住不容易。这30招就是要一气呵成，以你现在的修为。好，真的不容易，试试看。好，我试试。前辈，这白狐贯日和有风来这2招接不上，格格不入啊！简直是蠢材，蠢材！难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。剑术若是拘泥不化，是行不通的。剑术之道是讲究千变万化，随意变通。你刚才那招白狐贯日，剑尖往上，难道你不会顺势往下拖吗？虽然剑术的招式中其实没有这样的，难道你就不会别出心裁，随手配合吗？对呀，前辈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多谢前辈指点。对是对了，但是斧凿痕迹太深，太笨拙了。跟高手过招当然不行，但是对付这个小子应该可以了。去试试看。是，前辈。田兄，请。请什么请？我们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了，胜负已分，不用再打了。那你不打算了？你下山吧，不送。风老前辈，我田伯光是后生小辈，不配和您过招。您要是想出招的话，未免有失身份。哎，臭小子，我跟你打100回合，是你送给我的。我不管你100招200招，反正你输了就跟我下山。我将不跟你下山，你输了就得跟我下山。我跟你妹下山，你妹！嘿，蠢材，手指就是剑呐！你那招金玉满堂，一定要用剑才行嘛！嘿。好，跟我来。是。徒孙拜见太师叔，多谢太师叔指点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谢太师叔。怎么，现在还觉得我招摇撞骗吗？徒孙不敢，不过徒孙可以亲眼看见太师叔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哎，太师叔，你肚子饿不？你肚子饿的话，我去拿些干粮给你吃啊！啊，不用。哎呀，好久没有晒太阳了。他被你戳中了膻中穴，凭他功力，1个时辰后便会醒转，那时仍会跟你死缠。你再将他打败，他便只好乖乖的下山去了。你制服他以后，须得逼他发下毒誓。关于我的事，绝不可泄露1字半句。哦，徒孙明白。不过太师叔，这个徒孙刚才取胜，不过是出其不意，只是侥幸而已。
如果真要论剑法的话，徒孙恐怕赢不过他的。你记着，你是岳不群的弟子，我本不想传你武功，但我当年曾立下毒誓，有生之年绝不再与人当真动手。那晚我试你剑法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使的华山派玉女19式使得不怎么好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从你手中把这剑弹去了？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借你的手把天魔光打发，要他立誓保密。你跟我来。你看，壁上这些华山派剑法的图形，你大都已经看过记熟，只是使将出来，却全不是那一回事。哎，岳不群那小子当真是狗屁不通啊！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，却被他教得像蠢牛木马。太师叔骂我师傅，我不跟你学了。哎呦，耍小孩子脾气是吧？嫌我骂你师傅，我好，那我不骂他行吗？这样，你师傅叫我师叔，我叫他小子，这总可以吧？只要太师叔不骂我师傅，太师叔要徒孙做什么，徒孙就做什么。哎，现在倒好像是我求你学艺似的。这些剑招，就是本门的绝招，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，连你师傅都不知道。剑招虽精，但是一使出来，终给旁人给破了。太师叔的意思是不是要剑法浑成，敌人就无法破解了？你这小子果然资质不错，领悟性强。魔教的长老是些了不起的人，都是有聪明才智的人，他们把五岳剑派的招都化解得清清楚楚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任你的武功再强，招数再精，也敌不过人家的阴谋诡计、机关陷阱。要是你落入人家安排的机关陷阱里面，就算你武功再强，也使不出来。果然是魔教长老，董兄弟说的竟然是真的。莫非我五岳剑派也不知道董兄弟是林虎叔不用也不光灭，你再乱想，还有时间学武功吗？以武功而论，魔教长老们也不是已窥上乘武功之门，他们不知道招数是死的，使招那个人是活的，死招可以破，活招要是他们碰到，就会缚手缚脚，任人宰割。千万要记得一个活字。学招可以活学，使招也可以活使。无论如何，就算你学了1000万的绝招，碰到了真正的高手，也可以被人一一破去。明白，必须要活学活使。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，你要使到出手无招，才能达到高手的境界。刚刚你说各招魂活，敌人无可解破，只是说对了一小半。要做到无可解破，不是魂成，是无招。你是魂成各种招数，招与招之间就会有空隙，敌人就有戏可乘。要是你使的是无招，敌人又如何能破呢？根本无招，如何可破呢？你来破我这一招。这不算是招式，所以无法可破。所以说啊，切肉要有肉切，砍柴要有柴砍。敌人要破你的剑招，你需要有剑招给他破才成。就比如说有一个没有学过武功之人，拿了剑乱挥乱砍，你剑文再薄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，
就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。只是不曾学过武功之人，虽无招式，却会给人轻而易举地打倒。真正上乘的剑术，乃是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招式中的破绽，然后你再出手无招。他没法破你的招，而你却破了他的招，那便胜了。要是敌人没有招式呢？那他也是1等1的高手了。你们2个对打，有时候他高，有时候你高，那说不定。这世上很难遇到这种人，我这一辈子只遇上3个。哪3个？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？你好好的学剑吧。哎呀，妙计妙！徒孙知错了。哎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。其实你很对我的胃口。可是现在时候不多，你赶紧把华山派的34招贯通起来，一气呵成，然后把招数全部忘了，一招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再用没有招数的华山剑法跟田伯光对打。是，太师叔。令狐兄，请你出来，咱们再比。太师叔啊，你看我刚才使的乱削乱砍剑法，能挡得住他的快刀吗？挡不住。挡不住，那怎么办啊？要挡不住，那就不挡了嘛。挡不住就不要挡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太师叔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既然要我下山，自然不会要我的命。我呢，不要理会他的刀法，只要顾着自己进攻就行了，是不是，太师叔？嗯，好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砍死你？天兄，你看我手受伤了，都流血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得休息1个晚上。这样吧，等我休息好了，明天陪你慢慢玩。小尊侠，哎呦！太师叔，这个家伙改变主意了，来真的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还好，你拖延他1天半晚。我看你今天晚上不能睡了，我们就用这1个晚上，我教你3招剑法。看样子你很聪明，但是不知道你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。若你是真聪明，勉强可以1个晚上学3招；若是你假聪明，领悟力差，那就……明天早晨你不用跟田不光对打了，提早认输，乖乖的跟他下山去了。3招。你以为1个晚上学3招很容易吗？不，徒孙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徒孙不能在1个晚上学会这3招的话，我宁可一刀给他杀死，绝不屈服，随他下山。这3招剑法非比寻常，要是1个晚上学会3招，这是强加于人。第2招我们暂时不学，我们就学第1招跟第3招。光是第1招就有365种变化，要是其中1个变化使不好，那第3招你就不用学了，难了。挥妹驱无望，无望驱同人，同人驱大有，甲转丙，丙转庚，庚转癸，子丑之交，辰巳之交，午未之交。风雷是一变，山泽是一变，水火是一变，乾坤相击，震兑相击，离水相击，3增而成5，5增而成9。钟儿，我光学1招就用了3个月，要是1晚上学2招，那可是太不容易了。你想，归妹驱无望，
听到我讲什么了吗？哦，太师叔说归妹去无望，无望去同人，同人去大勇。后面呢？甲转丙，丙转庚，庚转癸，子丑之交，辰巳之交，午未之交，风雷是一变，山泽是一变，水火是一变，乾坤相激，震兑相激，离巽相激，三增而成五，五增而成九，对吧，太师叔？这独孤九剑的口诀，你学过吗？徒孙没学过，徒孙也不知道这叫独孤九剑啊。你没学过，那怎么会背？太师叔刚这样念的。你记性这么好，那就有办法了。你听着，独孤九剑的第一招总诀式有种种变化，用以提演这篇总诀，线下且不盲学。第二招是破剑式，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门各派的剑法，线下也不盲学。第三招破刀式，用以破解单刀、双刀、柳叶刀、鬼头刀、大砍刀、斩马刀。田伯光使的是单刀中的快刀法。今晚只学专门对付他刀法的这一部分。哇，这独孤九剑如此精妙，徒孙还真是闻所未闻啊！这第三招就是以轻御重，以快制慢。田伯光的快刀已经是很快了，但是你要比他更快。你现在年少，比他快很容易，但是胜负就很难预料了。至于我这老头子，又要比他快，那就很困难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出的是什么招，你比他出手更快。他手一动，你的剑已经放到他要害上了。你想想，他的招数怎么使得出来呢？那就是料敌先机的法门了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料敌先机的法门，可以制服田伯光的快刀。跟我来。料敌先机。来，老板结账。好嘞，慢走，两位。两位再加点点心啊，不用。两位客官是吃饭呢，还是住店？掌柜的，向你打听个人。这2天可有一位姓丁的人住在这里啊？哦，在外面那间。奇怪，风不平程不由这2个剑宗余孽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10几年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华山脚下出现呢？还有，那屋里面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呀？跟着他们，一切就明白了。怎么样，太师叔？我想的怎么样？只是时间太匆促了，你已经学得不错了。多谢太师叔。哎，太师叔，徒孙有一事不明，为何这剑法的种种变化，竟是进手招数，只攻不守？独孤九剑有进无退，每一招都是进攻，你的敌人只能退守，自己就不用去守了。创这套剑法的老前辈叫做独孤求败。你想想，他的名字叫求败，穷一生，求一败而不得。他使这剑法天下无敌，又何必要去守？要是有人让他回剑去守，他自然会心花怒放，喜不自胜了。这位前辈仗剑江湖，无敌于天下，连找个能接他一招的对手都难，为师令人可敬可佩。等田伯光一走，我定要求太师叔教我这门剑法。令狐兄，天
去跟田伯光对打，让他替下华山。是，太师叔。天兄啊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决定了。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田伯光已经够能耍赖的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能耍赖。你想打是不是？走，我陪你打个够。好，天兄，你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也跟着哭了。我陪你打好吗？好，别哭了。风清扬老前辈剑术如神，当世无人能敌。臭小子，恐怕今后我是赢不了你喽。算了，天兄，之前你有好多机会都可以把我给杀了，可是你没有那么做。这一次啊，就算我还给你的。哼。不过呢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。我方太师叔隐居山林多年了，我呢不希望他被外人打扰，所以我希望他的事情啊，你不要向外人泄露半句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够爽快！臭小子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听好了，没完。我等你。好。太师叔救我一命，又传我上乘剑术，大恩大德，永生难忘。起来！谢太师叔。离上乘剑法还差得远。太师叔，徒孙斗胆，想请太师叔把独孤九剑所有招数全部都传给我。你要学独孤九剑，将来不后悔？怎么会后悔呢？赶集还来不及呢。好，那我就传你。独孤九剑要是不传你，几年以后这套上乘剑法将会失传。田伯光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一定会重来，即使重来，也会在半个月10天以后。到时候，你于武功胜过他，诡计阴谋也胜过他，那你就不用怕他了。我们时间还很充裕，我们从头学起，扎好根基。好，多谢太师叔指点。独孤九剑，第1总诀式，第2破剑，第3破刀，第4破剑。破剑。姐姐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带你来见你最想见的人啊。什么人啊？令狐冲。令狐大哥。我知道，自从在衡阳我们救过他之后，你心中便想着他，念着他，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今天我来，也算是了你一桩心愿。我已经叫田伯光上华山去把他给我抓下来。等他一到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依林，你去哪儿？回衡山。依林，姐姐，令狐大哥已经有自己心爱的人了，而且我是出家人，跟他根本不可能。如果以后你还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真的不见你了。依林呀，依林，你都不知道你有机会喜欢一个人，已经很幸福了。有很多人就算喜欢，也不敢说出口，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。你明白吗？人呢？在下无能，没能把他请下来。那你是不想活了呀？哎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想活，可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在死鬼崖上求了他好几天，他打死都不下来啊！我这文请不来，武请不动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看你呀，还是把解药给我，立即告病吧。思过崖，我是让你来给我送一些肥鸡，还有美酒，明白吗？成。到时候你被罚了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
不过我是要吃完了肥鸡，喝完了美酒再去哦。哦，那我要好好珍惜这壶酒了，否则我到时候没得喝了。看来我得自己带着肥鸡美酒去看他了。去吧。解药，解药还没给我呢。哎呦！年轻就是好啊，说学剑就拉着我老人家不睡觉，说睡觉，倒个头就打呼噜。也罢，出来透透气。好俊的轻功，看来不是透透气，还要溜个圈儿。哪里来的小子？轻功不错。你的武功也不错啊，那我这个小子就跟你这个老小子比划起来。小子，我已经封建多年，不想跟你动手，还是罢斗吧。那怎么行？你武功极高，对我来说是个威胁。但是越有威胁的东西，我向来会越有好奇心。年纪不大，心不小，知不知道有些东西碰不得？哼，你年纪很大，但好奇心也不比我小，内功却很精湛，而且剑法之高，世所罕见。好，我被一个年轻人赞美还是头一回。你身法如此高，吃我一剑如何？华山有何企图？不会是跟老夫打架吧？哼，我说我来思过崖是送饭的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好了，不陪你玩了，饭都凉了。你的身法极其诡异。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来送饭的。令狐冲，你给我出来！董兄弟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太师说，他是屠村的朋友，曾经救过我的命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来履行我的约定啊！没想到你真的被关到思过崖来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只好带着肥鸡美酒来犒赏你喽。不料一来到这里，就遇到这位精通剑术的老人家。哎，他是你太师叔啊？虫儿，果真是这样吗？不然还能怎样？饭菜都被你弄凉了，一会儿你不许吃啊！董兄弟，不许无礼！我太师叔是前辈高人，我不许你这样说话。
算了算了，既然认识，那就无话好说。童儿，他武功很高，小子，我没有胃口，你的饭菜我蹭不上。你们说话，我休息去。谭师叔，徒孙的朋友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要睡觉。你太师叔倒是挺有趣的。你还敢说呢？你刚才差点得罪他老人家。我又不怕他，他威胁不了我，我也威胁不了他，我们谁都不怕谁。你武功真有这么高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讲这个了，喝酒去，先喝酒吧。别急呀，我问你，这山洞里面可有坐的地方？躺的地方都有，走了。酒鬼。来，董兄，干一碗。来。董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我哪里得罪你了吗？我说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那你不是男人吗？你不要岔开话题啊！我问你，你不是已经有了你的小师妹了吗？干嘛还去招惹那个小尼姑？小尼姑？你知不知道她为了你，活得很痛苦？啊，你说夷陵师妹啊？她怎么了？就像被你灌了迷魂汤一样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。现在一心一意就想着你。不会吧？我跟她没什么的。哎，董兄弟，我说你现在为什么突然关心她了？上次在群医院你还不闻不问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你走了之后啊，我们差点被嵩山派的人杀死。因为我是他大哥。大哥？结拜的？至亲兄妹。啊？我们走散了很多年，直到最近才相认。他过得很辛苦，我欠他很多，希望他过得好，你可以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董兄弟，不过这样更好。你呢？干嘛？你呢？帮我跟他解释清楚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。我啊，无意间救了他，也只不过是一路通行罢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喜欢我，我也不想跟他发生任何关系，好吗？果真如此？真的？你不信啊？我们男人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的？说的话能信吗？你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相信我。做错事情口气还那么大。你说什么啊？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喜欢我的小师妹，可是她现在有了林师弟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默默的承受。好了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夷陵师妹她喜欢我，她喜欢我又怎么样？她喜欢我，我就要喜欢她吗？为什么我自己的事情就要默默承受，别人的事情都有别人帮她？怎么你的小师妹不喜欢你了？其实夷陵不错的，我看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的，更不能取代。我又不是故意要刺激你，我也不知道你的事情，我只是希望我的妹妹可以快乐一点啊。算了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样吧，等我面壁完之后，再陪你下山，跟夷陵说个清楚。我相信，他应该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吧？那你要面壁多久呢？哼，还早着呢。师父罚我面壁1年，现在连半年都不到。要半年这么久？那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带你走。董兄弟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打不过你。不过，你用强逼的办法带我走，我是不会跟你下山的。哼，这事情岂能由你做主？必须得我做主，我不能违背门规。如果董兄弟真的不顾情义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那我可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带你下山，跟夷陵解释清楚。好，如果董兄弟硬要相逼的话，我令狐冲，我有意思。你，哎，反正我烂命一条，你自己选择。看你是要等我面壁完之后呢，还是要带一个死的令狐冲下山？你自己选。哎，来嘛！哎呀，别玩了，董兄，
啊，你看，酒也喝了，菜也吃了，对吧？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来看我的话，我随时欢迎，好吧？啊，杜兄弟啊，你躺我床上做什么？那我不逼你了，你一日不下山，我就在这睡一日。杜兄弟，你令狐冲一日不肯，董伯方为一睡。我给你选择吧，看你是要允许我睡在这儿呢，还是受不了自己下山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床太小了，你睡地板吧。怎么了，杜兄弟？你怎么会睡在我旁边啊？哎呀，两个大男人睡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嘛？干嘛？我不习惯跟人家一起睡。这里只有一张床，下面又那么冷，你真的忍心让我睡下面啊？你就将就点吧。干嘛呀？不能将就，我是客人，你让我滚下去。什么客不客人呢？咱俩不是兄弟吗？睡吧，快睡吧。我宁愿冻死，也不要跟猪一起睡。你骂我是猪？是你自己说的。你干嘛？想打我？打得过我？喂，吃点东西吧。这火是你生的？是啊，我骂你，你还给我生火？没办法了，谁让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？我令狐冲这个人啊，一向是恩怨分明的，我怎么忍心让我的恩人冻死呢？好了，我练剑去了，你自便吧。怎么了？哪里不对了？你这套剑法极为神妙，我刚看出了些门路。刚才你那几招，似衡山剑法，非衡山剑法；似华山剑法，但其中又夹杂了嵩山、泰山的剑招。如此出招，倒像是完全没有招式可言。哎，董兄果然眼光独到。我刚才确实是随意耍的，没有招式可言。可是啊，我还是抛不开一些固有的剑性。你这门剑路我虽然不熟，但以其妙处推想，应该是敌愈强则剑强。如果说敌人武功不高，那么你这剑术的精要处还是完全运用不上。如果说敌人武功高的话，才能够将你这剑术种种精微之奥妙，完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董兄说的没错，可是在这里又没有人跟我过招，嘿嘿，除非董兄你肯，让我给你喂招啊？可以吗？看在你为我生火的份上，便宜你了。来。好久没有打得这么开心了。其实你这剑术本身极为厉害，若你勤加领悟的话，当能跻身第一流的高手。多谢你的夸奖了，董兄弟。
不过什么？不过，就算到那个时候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你这剑法是你太师叔教的吧？什么表情啊？有什么好瞒的？我跟那老家伙斗了200余招，你这剑招的意思大不相同，不是他教的，那就是鬼来。高兄弟，我真想不到你的武功居然如此高强。哎呀，不说了。啊，好热啊，流了一身汗，又没有带衣服，怎么办才好？你热，我也好热，走吧。去哪里啊？跟我来就知道了，走。怎么样？哇，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当然了，我要在这里闭关1年呢，不洗澡的话真受不了。你胡说！闭关本来就不用洗澡的。不是要洗澡的吗？走吧。不用了。啊，我不是很热。怎么不热呀？你刚刚说你热的，你看你满头大汗。走了，洗澡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你自己洗吧。一个大男人干嘛别别扭扭的？一块洗又不会怎样。走了，很舒服的。不用，相信我。不用，舒服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你是女的？这个还看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大师哥！糟了，我师弟给我来送吃的了。大师哥！带什么好吃的？这还用问吗？保证都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。是吗？快！你看，哎呀，哇，还有这个，太好了！这个，谢谢，放那儿。米饭。好，你快吃啊！好。哎，奇怪，这洞里怎么还下雨啊？哎，大哥，你干嘛呀？要睡觉。我来了，你等着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，童儿？不练剑呢？董兄弟不见了。他本来就不该在这里，现在回去了，你又何必担忧呢？不知道，也许是我多虑了吧。太师叔，要是他被师父发现了怎么办？我们华山派门规这么严，他被发现了是要被砍手砍脚的。你为他担心了？怎么会呢？我跟他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太师叔，指点我练剑吧。无心练剑，等于没练。太师叔，董兄弟，董姑娘，你去哪里了？把我给吓死了。是你被罚面壁，又不是我被罚面壁，我当然可以自由走动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可以喜欢我的，要不然夷陵会难过的。我才不会喜欢你呢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喜欢一个人了，因为喜欢一个人很痛苦，有种连命都不要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约定好，以后我们只做好朋友，永远都不要爱上对方，行吗？好啊，当然好了。哎，可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真叫董方伯吗？我是一个姑娘，怎么会有那么雄伟的名字啊？那你叫什么？东方白，董方伯只是一个化名。东方白？
好特别的名字。行了，你师弟把你当猪啊？我说他每天都给你送些什么食物啊？喏，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哇，好香的鸡啊！可是这么香的鸡不配酒，好像有点可惜哦。知道你爱酒啊。知我者乃东方白翱，走进去喝。没想到你穿女装还很漂亮的。世间多少痴儿女，爱到深处不愿游。你的聪明和悟性，他日成就必定无可限量。不过此刻你虽学得了剑法，但毕竟还敌不了当世高手。好在你已经得到了门径，想要多胜少败，苦练20年，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。多谢太师叔成全。倘若这20年之内，徒孙可以通解独孤老前辈的独孤九剑的话，那就大喜所望了。起来吧。谢谢太师叔。独孤九剑的口诀都背熟了吗？都背熟了。现在背熟了，但怕以后会忘了。今天起，朝夕背诵。徒孙明白。好了好了，以后要用心练。我要走了。太师叔，我本来住在后山，住了几10年。他的绝世武功不会失传。现在好了，我不懂还干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太师叔住在后山，那更好了。你想，如果以后太师叔肚子饿了，徒孙给你送吃的；如果太师叔无聊了，徒孙啊就陪你聊天呢。不行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将华山派的人，包括你。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徒孙做错了什么事？不关你的事，是太师叔自己要这么做。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虫儿，我跟你既有缘，亦复投机。我暮年得有你这样一个家子弟，传我剑法，大畅老歪。有我这样一个太师叔，以后别来见我，也免我为难。剑术的事，以后千万不要再提。就算你师傅问，也不要说。那位东方姑娘，她也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他身世不明，高强，什么门派很难看得出来，但是他的身形有魔教的地方。我也是猜测，童儿，凡事不要太陷入。太师叔以前也是太陷入了。你好自为之。
师弟，你怎么样？他们想不到岳不群的弟子功夫这么差。呸！谁有此理？竟敢擅闯我们华山重地！有岳不群出来见我。呵呵，以两位的身份，自甘与小徒对招，哼，这般英雄了得，倘若传了出去，不怕被人耻笑吗？两位隐退江湖已经10几年了，早已跟我华山派毫无瓜葛。不知今日上这华山又为何而来啊？笑话！难道华山是你岳师兄买下来的？我剑宗的后人就不能来了？两位上的华山游玩自是欢迎，只是我岳某人早已不是你们的师兄了，所以岳师兄3个字，原封奉还。好，既然你说的这么绝，休怪我风不平不念同门之情了。当年你师父霸占华山派，行使阴谋诡计，救他，今日可得好好算算。哦，你要算账？算什么账？怎么个算法？你篡夺华山掌门之位已20年了，也应该让位了吧？原来二位到华山就是想夺我这个掌门人的位子。只是你们剑宗早已堕入魔道，如果华山派由你们剑宗的后人来掌管，那一定会贻害弟子，流毒无穷。一派胡言！如果岳兄你领导有方的话，怎么5岳剑派又会以嵩山为甘为牛后？程不忧，你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自己本领过人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来领教一下。宁女侠乃华山其宗高手，今日剑宗程不忧倒要领教宁女侠的气功，我要看看今日剑气两宗相争，谁更厉害。你的这手紫霞神功帅得很呐，可单凭这手气功未必做得了华山门户。5岳剑派之一自然是以练剑为主，你一味的练气，那是步入魔道。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，这般走上歪路，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，流毒无穷。风不平，岳掌门。原来是丁师兄啊！丁师兄，你来的正好。这2位华山弃徒居然敢上山挑衅，让师兄让出掌门之位，你说好不好笑？丁某就是为此事而来的。那好，就请丁师兄主持公道吧。左盟主有令，华山掌门人一职由剑宗后人风不平接掌。岳掌门会位让贤。原来那天客栈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了！什么事啊？师傅师娘回来了。师傅师娘回来那不很好吗？干嘛大惊小怪的？不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师傅师娘刚回来，就有几个人上山自是生非，其中有2个人说是我们华山派的，但是师傅却不管他们叫师兄师弟。
越听越糊涂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麻烦大了。师娘已经和他们动上手了，这还了得！大师哥，我们赶快去帮忙吧，要不然恐怕事情要糟了。走。你不是说时间不到不能下崖吗？怎么跑下来了？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事关紧急，师娘师父有难，先不跟你说了。难道华山派出事了？这倒好。我和你一块儿去吧。为什么？你这一去，若是跑了，我上哪儿去逮你啊？哪儿来的啰嗦女子？我们有急事，你快让开！你给他学干什么？快给他解开！解开他也行啊，你得让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要是连累你了，你可别怪我。还有事情可以连累得到我吗？师哥，咱们快走吧！走啊！文兄，你们剑宗一支早在25年前就离开了本门，自认不再是我华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来闹事？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，何不自立门户，在武林中扬名立万，好让岳某心服口服？岳师兄，在下与你无冤无仇，原本不该伤了这和气。可是你霸占华山掌门之位，却一味的教弟子练气不练剑，以至于我华山派的声名日衰。你有推卸不掉的责任。再说，当年气宗排斥剑宗，所使用的手段不明不白，也不正大光明。我剑宗弟子没一个服气的。我们已忍了25年，25年！今天，你必须交出华山掌门之位！当年的剑宗气宗之争，早在玉女峰上比试，胜败既决，是非已分。当日比剑，胜败如何，又有谁曾看见？我们两个都是剑宗弟，我们就没看见。总而言之，你这掌门之位来得不清不楚。否则，左盟主身为5岳剑派之首，他怎么会颁下令旗让你让位？左盟主向来见识极明，依情依理，是绝不会让我华山派突然更易掌门的。难道这令旗是假的？你令旗虽然不假，但是令旗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岳掌门，难道我丁冕也是哑巴吗？看来丁师兄今天是非要我交出掌门之位不可喽。在下只是遵照左盟主的命令行事。如果岳掌门要一意孤行的话，请恕在下无礼了。住手！我师父何等尊贵身份，怎么可以和凡夫俗子交手呢？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在衡山群玉院嫖妓素娼的华山大弟子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嫖妓素娼？你也去嫖了？你，红儿，我们华山派呢，在江湖上可是赫赫有名的，绝对不允许一些酒囊饭袋的华山弃徒。不好意思，一不小心呢，就说到了。岂有此理！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没事吧？暂时还死不了。岳不群，你已经赶
勾结这妖女打死我师弟。这件事我一定会告诉左盟主的。